小叔子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他女朋友看着我儿子的模样，当场阴阳怪气的开口：“苏景晨，你还说这不是你儿子？你看看你们俩的长得多像，伯父伯母是不是逼你肩挑2房？你大嫂屋里没了男人，你正好继承嫂子。”我惊呆了，赶紧捂住儿子的耳朵，生怕他听到什么脏东西。我丈夫5年前确实去世了，但他是因执行绝密任务去世，我们家只有公婆和我知道，对外也只说他是意外死亡。我儿子亮亮是一父子，是我丈夫留下的唯一血脉，也是我公公婆婆的心头肉。怎么小叔子领个女朋友回来，我就变成尖卷嫂子了，儿子变成小叔子的孩子了？可惜还是被亮亮听见了，他扭过头，用清澈乌黑的眼睛看着我。妈妈，什么叫肩挑嫂子呀？客厅里的空气瞬间凝滞，全家人都懵了。见我们都不说话，苏青青以为自己说中了真相，当即冷哼一声。小叔子苏景晨忍不住蹙眉，出声制止苏青青，让她别当着孩子的面胡说八道。公公沉下脸来，婆婆更是红了眼眶。我老公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是他们心上的一根刺。见气氛如此沉重，苏青青的眼神在我们几个人中流转，忽然她又摆出一副单纯又无辜的模样。对不起，伯父伯母，我也是听公司里的人瞎传的，他们都说沈总守寡5年一直未嫁，就是等着景晨娶她呢。公公婆婆面面相觑，婆婆向来是家里的和事佬，她一只手拉住我的手，一只手拉住苏青青的手。你大嫂静瑶是个好人，有亮亮那年，景晨刚上大学呢，你以后可别听别人瞎传了。苏青青点点头，像小女儿一样，一头扎进婆婆的怀里，跟婆婆撒娇认错。婆婆转头又劝我说：“青青年纪小，对家里的事也不了解，让我这个当大嫂的别和她计较。”我点点头。晚饭后，公婆一家去洗碗，让我们2个媳妇坐在一起轰亮亮玩。苏青青顶着一副什么都知道的得意模样，故意凑到我面前：“嫂子，要不然你先相亲吧，否则等我嫁过来，我们2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多尴尬。”我冷冷看她一眼，只觉得可笑，问她我为什么要尴尬。苏青青被噎了一下，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我懒得看她继续表演，冷冷站起身，和公婆道别后，带着亮亮上楼。苏青青赶忙追出来，正看见我摁下了楼上的电梯按钮，她沉着脸，声音满是怨毒：“还说没关系，就连房子都是楼上楼下。这不就是方便你们将来偷情吗？”我回过头，冷冷地看着苏青青，跟她解释，和二老住楼上楼下是为了方便他们帮我照看亮亮。苏青青厉声反驳：“你老公都死了这么多年了，你还能赖在苏家？不就是仗着自己有个儿子吗？等我和景晨结了婚，生他10个8个儿子，看看二老还会不会喜欢你。”正好电梯到了，我懒得理这个疯子，带着儿子直接进了电梯。苏青青见我不理她，气得脸色涨红，伸手扒住电梯门，阻止关门。“我警告你，苏家的财产你1分都别想要，全都是我和景晨的。”我一把推开他，烦躁地表示所有东西都给他，随即不停摁下电梯的关门按钮，直到电梯门彻底关紧。我不明白苏家能有什么钱，苏家二老只是普通工薪阶层，家里最大的一笔钱就是我老公苏景言的抚恤金。当初我执意不要这笔钱，婆婆却执意把钱存在银行。我知道你不缺这点钱，但是这钱是亮亮爸爸用命换来的，我们1分不动，将来都留给亮亮，也算是景言尽了一份当爸爸的心意。莫非他以为我的公司是苏家的？可这是我大学创业开的公司，那时我还不认识苏景言，跟苏家没有半点关系。第2天刚上班，秘书就悄悄走到我身边，跟我汇报苏青青在茶水间传播谣言，说我抢她男朋友，还造谣我逼着苏家二老同意让苏景晨肩挑2房，让儿子改口叫苏景晨爸爸。秘书说这话时表情十分为难，显然也觉得这些谣言离谱又奇葩。我霍地站起身，直冲茶水间。茶水间里，苏青青正在里面绘声绘色的造谣，众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她，有实在忍不了的，直接翻了个白眼走开。跟在我身后的秘书低声补充说，苏青青已经在茶水间待了1上午，但凡有同事过来，她都要把谣言重复一遍。我一股血气直冲天灵盖。苏青青，你跟我过来一下。苏青青2手交叠在胸前，满脸不屑地反问我，凭什么跟我走？我再也没有了耐性。行，苏青青，你被开除了。苏青青高抬下巴，一副鼻孔朝天的模样。我将来可是苏家的少奶奶，这公司也有我的一半，你凭什么赶我走？我声音冰冷，凭我现在是你的老板，立马滚蛋。苏青青被对的说不出话，满脸愤愤不平。就在这时，苏景晨推门而入，开口询问我这里出了什么事。苏青青一见苏景晨来了，嘴巴一瘪，眼圈瞬间红了，直接扑进他怀里哭诉，说我假公济私，要赶他走。苏景晨将苏青青搂在怀里，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质疑。嫂子，青青只是个实习生，你干嘛赶她走？还是说真像他们说的，你对我有别的想法？我惊呆了，嫁给苏景言时，苏景晨还是个高中生，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他当亲弟弟看，我无法想象苏景晨会这么想我，心中仿佛燃起一团熊熊烈火。再瞎说，你们2个一起走。苏景晨直接摘掉工牌，带着苏青青一起离开了公司。中午，我像往常一样给婆婆打视频电话，想看看亮亮在干嘛，顺便跟她说一下景晨的事。可是，一连打了好几个，婆婆一直都没接电话。我心里很是奇怪，婆婆知道我每天中午都会打视频看看亮亮，往常也一直会等着我，今天却一反常态。难道是因为我开除了苏青青和苏景晨？但是转念一想又不对，婆婆知道我是刀子嘴豆腐心。苏景晨刚来公司，时常犯浑，每次我教育
她，婆婆都是支持我的。苏锦晨直接扔下工牌说不干了，也不是1次2次了，每次都是我想办法把他哄回来。他是我老公唯一的弟弟，我不可能对他不好。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又想起苏青青那张怨毒的脸，越想心里越发毛，一股强烈的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午饭我也顾不上吃了，开车直接往家赶。到了婆婆家，却发现家里只有婆婆和公公，亮亮不知道去了哪里。我连忙上前询问婆婆亮亮的去向，婆婆眼神闪躲，支支吾吾地说亮亮跟他小叔出去玩了。我当即反驳说亮亮中午要午睡，这个时间段正是他犯困闹绝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去玩。再次追问孩子到底在哪里，婆婆满脸的不耐烦，让我别闹，说孩子真的跟景晨出去玩了，景晨是他的亲小叔，不可能害孩子。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给亮亮带的电话手表可以看定位，我连忙拿出手机打开定位，看到结果的瞬间满脸的不可置信。亮亮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在医院？婆婆满脸难以启齿的模样，公公耷拉着脸，终于说出了实话。景晨和青青带亮亮去验 DNA 了，青青怀疑这孩子不是景言的种。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直接砸到了我的头上。爸妈，苏青青和苏锦晨不懂事，你们也跟着胡闹吗？我转身开车，跟着定位导航，一脚油门直奔医院。一路上我疯狂给苏锦晨打电话，可他死活就是不接。到了医院，我按照护士指引跑到5楼 DNA 室，刚上5楼我就听到了亮亮的哭喊声，我心急如焚，加快脚步往里闯。看到亮亮那一刻，我的眼睛里像是在喷火，杀人的心都有了。只见亮亮的衣服袖子被高高撸起，稚嫩皮肤上留着红色针孔，周围全是青紫的痕迹。此时苏锦晨正拎着亮亮的胳膊，苏青青则在一旁狂扇亮亮的巴掌，厉声呵斥让他别哭。亮亮的脸上早已红肿一片，我的心一揪一揪的疼，我疯了一样冲上去把亮亮从2人的手中抢了过来，却不料苏锦晨的脸色阴沉的可怕，他反手一巴掌把我扇倒在地。你个贱人，怀着别人的野种还敢待在苏家！我倒在地上懵了，问他什么意思。苏锦晨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我哥去世前后，你一直对我献殷勤，可惜我不搭理你，后来你就怀上了亮亮，借着我哥孩子的由头留在我们苏家。我现在甚至怀疑我哥不是意外死亡，他是被你这个毒妇害死的。我听了这话，心直接凉透了，这么多年的好心竟然都被别人当成了驴肝肺。我反问他苏家有什么，我为什么非要赖在他们苏家？苏锦晨张了张嘴，到底还是没说出一句话。苏青青却一脸得意，大言不惭的开口，因为你看上了景晨，你又不好意思说，所以你只能用怀上野种方式死皮赖脸赖在我们苏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接近景晨。周围早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对着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嘲讽我是现代版的潘金莲。一大帮人举起手机录制视频，甚至还有人开了直播。突然一口黄痰从天而降，直接吐在了我的脸上。围观人群情绪彻底上头，他们越逼越近，越骂越凶，甚至还有人直接动手打我，伸手薅我的头发。我把亮亮死死护在怀里，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就在这时，人群里突然有人大喊一声：“警察来了！”众人听到警察来了，这才肯让出一条路，方便给警察办案。一名女警察过来，扶起地上的我，轻声让我掀起来。此时亮亮的嗓子早就哭哑了，女警察心疼地抱起亮亮哄了起来。刚情绪上头的围观群众也冷静了很多，大家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苏青青又拿出那副小白花的样子，对着警察哭诉，说我是她男朋友的寡嫂，他们怀疑我的儿子是个野种。苏锦晨脸色阴沉的都能滴出墨汁，放话苏家绝对不会要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更不会要一个野种。他还丧心病狂地怀疑当年他哥根本不是死于意外，而是被我害死的，就像潘金莲害死武大郎那样。警察听得一头雾水，询问他有没有什么证据。苏锦晨十分自信，说等 DNA 报告出来，他们就有证据了。正巧此时 DNA 报告结果出来了，拿到报告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眼睛都聚焦在他身上。警察皱着眉翻开报告，告知众人，报告上显示苏锦晨和孩子就是叔侄关系。苏锦晨根本就不信，一把夺过报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依据现有资料和 DNA 分析结果，支持苏锦晨与苏航亮之间存在叔侄亲缘关系。这下苏锦晨和苏青青都懵了，满脸不敢置信的喃喃说：“这怎么可能？亮亮怎么可能是他的亲侄子？”这可把警察给逗乐了，反问他：“大嫂生的是他大哥的孩子，那不就是他侄子？这有什么问题？”周围人开始窃窃私语，有人议论这男的脑子好像有病，非要给自己死去的大哥戴绿帽子，还有人直言他就是为了抢家产，侄子如果不是亲侄子，家里的财产就不用分给他们了。苏锦晨慌了，拼命替自己辩解，说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苏青青也不肯相信，提出会不会苏锦晨就是亮亮的亲生父亲，还质疑 DNA 报告能不能验出叔侄关系，甚至荒唐地说我可能偷了苏锦晨的生物样本，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苏锦晨愤恨地看向我，就好像我真的干过这种事一样。警察白了他们一眼，让他们少看点小说，直言叔侄关系就是叔侄关系，跟父子关系根本不是一回事。苏青青终于泄了一口气，但她还是不死心的嘟囔，就算孩子真是大哥的，那也不能证明我对景晨没有动过什么歪心思。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有的人认知太低，你压根就没办法跟他讲道理。这场闹剧终于结束，公公和婆婆一起来派出所接我们。两个人看到 DNA 验血报告后都非常的羞愧，公婆对着我连连道歉，说对不起，是他们让我受了委屈。他们满脸愧疚的自责，说自己怎么会这么离谱，竟然会怀疑亮亮不是景言的孩子。公公婆婆满脸都是愧疚，我相信他们是真心实意的道歉，因为平时
实他们真的很爱亮亮，亮亮简直要比他们的眼珠子还要珍贵。苏青青还想继续挑拨，说我之前没有出轨，那不代表之后不会出轨。公公当场盛怒，厉声让苏青青闭嘴，却不料苏锦臣依旧维护苏青青，跟公公辩解，说青青也是好意。公公冷着脸怒斥，说他还没进门，算哪根葱，敢管他们家的事。婆婆换了个姿势，抱着亮亮解释，说当初大哥去世后，他们早就说好了，就算我要改嫁，他们也绝不拦着，只会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养。婆婆让苏锦臣必须给我道歉，说我这么多年对他够好的了，一直把他当成亲弟弟看。苏锦臣不情不愿地给我道了个歉，说大嫂对不起，都是他误会我了。一旁的苏青青眼珠子转了转，不知道又想出了什么阴招。晚上我带着孩子回楼上睡，从前婆婆怕我晚上睡不好，亮亮一直是她和公公带，现在刚出了这么大事，我生怕亮亮再出什么意外，坚决要自己带。婆婆也能理解。我想了想，经过这些事，我们家的家庭关系不可能再恢复成从前的样子，反正亮亮也大了，我打算再出去买个房子和亮亮一起住。如果公公婆婆想来看孩子，我也随时欢迎。今天累了一天了，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半夜我突然感觉到有人在摸我，我从睡梦中醒来，一睁眼，一张肥猪一样油腻的脸出现在我眼前，我半天没回过神，还以为自己是睡懵了。见我醒来，对方兴奋坏了，呲着满口黄牙开口说知道我老公死了好多年，这么多年晚上肯定寂寞坏了。我脑子瞬间清明，厉声质问对方是谁，是怎么进来的。对方自称是苏青青的哥哥，还说我眼瞅着妹妹和小叔子入洞房，肯定眼馋坏了。他还大放厥词，说现在就满足我，等妹妹和小叔子结婚，我们俩的婚礼就和他们一起办。对方一直压在我身上，边说边动手，我浑身冰冷，拼命挣扎。我厉声质问他为什么会有我家的钥匙，是不是苏青青给的？我心里清楚，如果是苏青青给的，那想都不用想，钥匙一定是苏锦臣给他的。我尖叫着拼命挣扎，怒骂苏锦臣不得好死。我同时大喊着让公婆快来。对方看我不老实，死死骑在我身上。对方狠狠扇了我2巴掌。对方让我别叫，留着力气一会儿再叫。就在这时，我听到隔壁屋子传来亮亮的哭喊声，母爱的本能反应让我挣扎得更加剧烈，嘴里喊着亮亮的名字。对方做贼心虚，竟然被我掀翻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噪音。我刚想爬过去隔壁屋看亮亮，只见2双脚出现在我面前。苏青青的声音响起，让我乖乖听话配合，不然就掐死亮亮。我抬头一看，对方正是苏锦臣和苏青青。苏青青的双手正掐在亮亮的脖子上，亮亮被吓得哇哇大哭，他的脸上满是疯狂，大喊着让我别叫了，说伯父伯母早就被他们吃走了。他眼神怨毒，双手慢慢收紧。亮亮的哭喊声越来越弱，他放话说我不就是仗着儿子死赖在苏家不走，要是他死了，我和苏家的一切就都没关系了。不要，我求你不要！我大喊着求他住手，连忙表示自己愿意改嫁，会离苏家远远的，再也不回来了。我的心彻底凉透，可我根本不敢反抗他们，只能假意妥协，等待时机。苏青青似乎对我的反应很满意，松开双手，露出一副奸计得逞的表情，让我不想让亮亮死，就乖乖配合他哥，嫁给他哥。他说这样我也有男人了，省得以后天天惦记锦臣，也能亲上加亲，成为真正的一家人。见我不再挣扎，苏青青的哥哥边扯我的裤子边解自己的皮带。苏青青非常兴奋，把亮亮硬塞给苏锦臣，拿出手机开始录像。他恶狠狠地说，今天白天我让他在网友面前丢了脸，现在就要把我发情的样子录下来，让大家好好看看。他说的根本就没错，我说我会出轨就一定会出轨。苏锦臣把脸扭到一边，让我认命吧。我终于看清楚，这根本就是死局。万念俱灰的泪水滑出眼角，就在绝望淹没我的时候，防盗门咔嗒一声响了，公公的怒吼声传来，骂着小兔崽子，问他们想干什么。来人正是公公婆婆。苏锦臣和苏青青吓了一跳，慌忙问公婆怎么会来。公公快步走来，一把扯开我身上的油腻男，然后一脚踹在他的胸口上，油腻男猛吐一口鲜血。苏青青赶紧过去看他怎么样了。公公头上青筋暴起，瞪着眼珠子，一巴掌扇在苏锦臣的脸上，厉声呵斥他们，就他们俩的这点小心思，根本瞒不住自己。他说今天上午刚出完事儿，晚上就给他们买票让出去看电影，自己根本不可能信。婆婆扶起我，把我抱在怀里，一直安慰，让我别哭了。苏锦臣捂着脸，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爸爸。从前苏锦言在时特别宠爱自己这个弟弟，苏锦言走后，公公婆婆更是把对儿子所有的爱都放在苏锦臣一个人的身上，这还是苏锦臣第一次挨打。苏青青站出来，挡在苏锦臣的面前，对着公婆抱怨说他们不能因为苏锦言死得早就偏心我们一家子。她指责公婆要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留给亮亮，她和苏锦臣什么都没有，这才导致锦臣心里不平衡。她还放话，公婆一碗水端不平，那就别怪他们不客气。公公气得快要晕倒，幸亏婆婆眼疾手快扶住了他。婆婆对着他们解释说，早就说过会给他们买房子买车，别的孩子有的他们都会有，可苏锦臣根本不满足，为什么还要单独给亮亮留一部分钱？公公拔高音量，怒斥那部分钱是他哥的抚恤金。你哥当初根本不是死于意外，他是因公殉职，那是国家给他的抚恤金，我把这笔钱留给亮亮，有错吗？公公怒斥他小时候最崇拜哥哥，怎么哥哥是个英雄，他却变成了个狗熊。苏锦臣大吃一惊，踉跄着后退一步，嘴里一直嘀咕说他哥不是工程师吗？不是死于意外吗？公公红着眼眶解释说他哥是做国家保密项目的工程师，当初为国捐躯，就因为项目需要保密，需要隐姓埋名，所以才谎称死于意外。他痛斥苏锦臣，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照顾他们这一大家子有多不容易，结果他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带着个外人来欺负大嫂和侄子，根本就不是人。苏锦臣惊呆了，踉跄一下，嘴里一直嘀咕着，原来我哥是为国捐躯，原来他是个英雄。可是苏青青不依不饶，质问公司凭什么给我不给苏锦臣。公公疑惑地皱了皱眉，说那是我婚前的公司，跟沈家没有
没有半点关系。他还说我能让苏锦辰去公司上班，已经是看在他大哥的面子上了。苏锦辰如今泪流满面，可是已经晚了。门外警笛声四起，苏青青想带着油腻男一起跑，可苏锦辰和公公两人一起堵住了门。苏青青眼中满是怨毒，放话如果他和他哥被抓，那苏锦辰也别想跑，也得去坐牢。苏锦辰释然地笑了，说自己本来也没打算跑，做了这么多错事，理所应当进监狱接受惩罚。警察来了，拷走他们3个人。临走之前，苏锦辰突然跪下，给公公和婆婆磕了3个头，说自己错了，会好好改正的。然后他又转过身，给我磕了3个头，求我在他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帮他照顾好父母。原本还恨苏锦辰是个白眼狼，现在我泪如雨下，感慨万千。我和苏锦言刚认识时，苏锦辰还是个小孩子，我看着他慢慢长大，可以说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有责任。曾经的苏锦辰也是个阳光少年，自从苏锦言去世后，苏锦辰整个人都变了。他总说天道不公，好人为什么会死这么早？公公婆婆一直不肯告诉他苏锦言的真正的死因，因为苏锦辰太崇拜苏锦言，他们都怕苏锦辰去做和他哥哥一样的事，他们宁愿苏锦辰一辈子没有出息，就乖乖待在他们身边，偶尔闯闯祸也好，当个普通人也罢，只要平安就好。他们越发溺爱苏锦辰，不管他出什么事都愿意给他兜底。而在我的视角里，苏锦辰越长大越像苏锦言，我甚至会把他当成儿子看。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公公婆婆一样，就算苏锦辰经常闯祸，我们都愿意给他收拾烂摊子。可是没想到，因为我们的溺爱，让苏锦辰认识了坏人，变得是非不分，最后走上犯罪这条路。现在他们3人全部被警察抓进监狱。被抓走前，苏青青眼神里满是怨毒，放话让我别高兴得太早，他手里还有张王牌，不会放过我的。我叹了口气，这话我根本没放在心上，可是没想到是我轻敌了。第2天，公司所有员工都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是一张我和苏锦辰在一起的裸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老太太堵在我们办公室门口，指着我破口大骂，说苏家没一个好东西，活该他们家大儿子早死。他还嚷嚷着苏锦辰早就和他大嫂勾搭在一起，还想娶他的女儿，现在又做局把他儿子和女儿全部送进监狱。他哭诉自己孤苦无依，以后就睡在公司门口，但凡有个人来就堵在门口不让大伙进。他的出现好像正好证实了裸照的真实性，公司员工都在对我指指点点，议论着之前苏青青说的都是真的，我确实有意嫁给苏锦辰。还有人说苏锦辰和她丈夫长得还挺像，更有人可怜老太太这么大岁数还要给儿女讨公道。有了上次在医院的经验，这次我丝毫不慌，我直接拿出手机给公司物业打电话，质问他们保安在哪里，怎么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能放进来。老太太一看我要撵她走，呲溜一下钻进办公室，开始疯狂砸东西，电脑、音响什么贵砸什么。她边砸边放话说我要赶她走，她偏不走，她就要闹。我又打了一个电话，直接报警，跟警察说明情况，说有人在公司闹事，砸坏了好多贵重物品。老太太一听乐坏了，直接躺在地上开始放赖，说报警也没有用，她已经50岁了，警察是不会抓她的，抓了就得供着她。我抱起手臂，表情平静，难怪苏青青当时说她手里有张王牌，原来这王牌是觉得警察不会抓老人。我只能说她认知太低，害了全家。不一会儿，警察来了，老太太依旧在地上撒泼打滚，2名警察态度很好，将人从地上扶起来，然后给她铐上。老太太人傻了，惊慌地质问这是怎么回事。她女儿说过警察是不会抓50岁以上的老人的，凭什么抓她？警察都懵了，直言因为她犯法了。老太太继续胡搅蛮缠，说自己可不能蹲监狱，她的1双儿女都进去了，她要是进去了，谁给他们探监？正在清点财物的警察看了她一眼，指了指地上的一片狼藉，说这些东西一共8万，要是不想蹲监狱就赔人家8万。老太太哭得更大声了，说就算把它卖了也不值8万。最终老太太还是被警察拷走。我把裸照拿给警察看，警察一眼就看出来照片是 AI 合成的，做的也太假了。我又邀请警察给公司的人上了一课，教他们如何辨别合成照片。法院审判苏青青和苏锦辰那天，我和公公婆婆都去了。此时苏青青已经知道自己的母亲也进了监狱，可她还是不服，眼神像刀一样锐利，恨不得能从我身上剜块肉下来。不过苏家这次是真没人了，也没王牌了，一家人整整齐齐全进监狱了。苏锦辰作为从犯被判1年。审判结束，我陪着公公婆婆去看苏锦辰，再次见到我，他依旧很愧疚，眼角有泪，叮嘱我们要好好教育亮亮，让他向他哥学习，可千万别学他，他就是个反面教材。婆婆和公公一一答应下来。出了法院大门后，外面阳光正好，我和公公婆婆一路都在讨论亮亮的教育问题。我们都觉得对他可千万不能再溺爱了，但是也不能管得太严，生怕孩子心里出问题。从法院出来，风里带着初秋的凉意，却被头顶的阳光烘得暖融融的。我牵着亮亮的小手，他的指尖还带着一点怯生生的凉意，却还是努力仰起头，把另一只手也搭在了我的手背上。公婆走在身侧，两人的脚步都有些沉，脸上还带着庭审后的疲惫，却还是时不时低头看看亮亮，眼里满是疼惜。坐进车里，亮亮靠在我的怀里，小脑袋蹭了蹭我的心口，很快就睡着了。他这阵子经历了太多惊吓，夜里总睡不安稳，常常在梦里哭着喊妈妈，小小的身子缩成一团，看得我心口一阵阵发紧。车子平稳地驶进小区，我小心翼翼地抱着亮亮下车，动作放得极轻，生怕惊扰了他难得的安稳睡眠。公婆跟在身后，轻手轻脚地帮我开了门，又去厨房温了牛奶，全程没有发出一点多余的声响。把亮亮放在床上，盖好被子，我轻轻带上门，转身就看到公婆站在客厅里，两人对着我又一次弯下了腰。我连忙上前扶住他们，心里又酸又涩，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公婆红着眼眶，嘴里反复说着对不起，说他们没教好小儿子，让我和亮亮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扶着两人坐到沙发上，给他们倒了杯温水，轻声安抚着他们的情绪。事情已经尘埃落定，再
再多的指责和愧疚，也换不回亮亮受到的惊吓，更抹不去那些扎人的谣言和伤害。但我也清楚，公婆从头到尾都是真心疼我和亮亮的，他们只是被一辈子的溺爱蒙住了眼，一时糊涂纵容了苏锦晨的错。日子总要往前过，揪着过去的错不放，只会让所有人都困在原地。那天下午，我陪着公婆坐了很久，聊了很多关于苏锦晨小时候的事，也聊了苏锦言。说起苏锦言的时候，公婆的眼里总是亮着光，又带着化不开的思念。他们说苏锦言从小就懂事，成绩好，性子稳，最疼的就是比他小了8岁的弟弟。当年苏锦言去执行保密任务前，还特意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让公婆好好照顾弟弟，也让苏锦晨好好读书，别惹是生非。可谁也没想到，这通电话竟成了最后的遗言。也正是因为这份愧疚和遗憾，公婆才会对苏锦晨愈发溺爱，哪怕他闯了再多的祸，也一次次的帮他兜底，最终养出了他是非不分、懦弱无能的性子。说到最后，公婆忍不住红了眼，一遍遍说着是他们害了苏锦晨，也害了我和亮亮。我坐在一旁安静的听着，没有插话。我终于明白，苏锦晨走到今天这一步，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无底线的溺爱就像温水煮青蛙，一点点磨掉了他的担当和是非观，最终让他被苏青青这样的人轻易挑唆，做出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晚上，我把亮亮哄睡后，坐在书桌前翻了很久苏锦言的照片。照片里的男人穿着军装，眉眼英挺，笑容温和，和苏锦晨有7分相似，眼底却多了太多的坚定和担当。指尖轻轻拂过照片上他的脸，我轻声跟他说了很多话，说了亮亮最近的情况，说了家里发生的事，也说了我心里的委屈和茫然。窗外的月光洒进来，落在桌面上，安安静静的，就像他从前每次出任务回来，都会安安静静的坐在我身边，听我说工作上的琐事，眼里满是温柔。那天晚上，我难得睡了个安稳觉，梦里苏锦言站在阳光下，对着我笑，跟我说：“静瑶，你做得很好，辛苦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联系了专业的儿童心理医生，带着亮亮去做了心理疏导。亮亮虽然年纪小，但是在医院被抽血、被扇巴掌，又被围观群众指指点点的经历，还是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小的阴影。他开始变得怕生，看到陌生人靠近，就会下意识地躲到我身后。夜里也常常会惊醒，哭着说不要打针，不要坏人。心理医生说，孩子的心理很敏感，需要长时间的耐心陪伴和疏导，不能急，要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看着亮亮一点点走出阴影，我的心里也像是被阳光填满了，那些积压了许久的委屈和疲惫也慢慢消散了。公司里的事我也慢慢重新抓了起来。之前的 AI 裸照风波和老太太闹事虽然很快就被解决了，但是还是在公司内部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也有几个合作方因为这些谣言暂时搁置了合作。我没有急着去解释什么，只是带着团队一点点打磨产品，优化服务，把每一个项目都做到极致。实力永远是打破谣言最有力的武器。我带着团队熬了无数个通宵，拿下了市里一个重点的创业扶持项目，又和几个大品牌达成了长期合作。公司的业绩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逆势上涨，比去年同期翻了将近1倍。那些之前搁置合作的合作方看到公司的发展，也纷纷主动找上门来重启了合作。公司里的员工也彻底放下了心里的疑虑，对我愈发信服。他们看着我一步步带着公司往前走，看着我在风波里临危不乱，看着我一边照顾孩子和家庭，一边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再也没有人会相信那些关于我的不堪谣言。年底的时候，公司办了年会，我在年会上给所有员工都发了丰厚的年终奖，也特别感谢了大家在风波里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年会结束后，秘书跟我说，公司里的很多员工都自发的在网上发了帖子，说了公司的真实情况，也说了我的为人，帮我澄清那些还在流传的零星谣言。看着手机里那些真诚的文字，我的心里暖融融的。真心换真心，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这期间，我和公婆每个月都会去监狱探视苏锦晨。第一次去探视的时候，苏锦晨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眼底带着浓重的青黑，头发也剪得短短的，再也没有了之前那副眼高手低、桀骜不驯的样子。隔着玻璃，他看到我们，尤其是看到躲在我身后的亮亮，瞬间就红了眼，头埋得低低的，半天都抬不起来。公婆对着他反复叮嘱他要好好改造，听管教的话，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他全程都只是点头，嘴里反复说着对不起，对不起爸妈，对不起大嫂，对不起亮亮。探视时间快结束的时候，他才抬起头，红着眼眶看向我，嘴唇动了动，却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深深的鞠了一躬。从那以后，每个月的探视我们都会按时去，我们能清晰的看到苏锦晨的变化，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颓废茫然，眼神慢慢变得坚定，整个人也沉稳了很多。他会跟我们说，他在监狱里参加了技能培训，学了电工和数控，还在里面的图书馆看了很多书，尤其是关于法律和机械方面的。他会跟公婆说，让他们保重身体，别为他操心。他出去以后一定会踏踏实实做人，再也不会做糊涂事了。他也会小心翼翼地问起亮亮的情况，听到亮亮在幼儿园里表现很好，拿了小红花，他会笑得很开心，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从来没有再为自己辩解过一句，也没有求过我们帮他做什么，只是一次次的道歉，一次次的说自己会好好改造。看着他的变化，公婆的脸上终于慢慢有了笑容，悬着的心也一点点放了下来。而苏青青在监狱里的日子却过得一塌糊涂。她从进去的第一天起就不服管教，到处惹是生非，不仅和同监室的人打架，还屡次顶撞管教，总觉得自己没错，都是我害了她。她甚至还在监狱里散播关于我的谣言，说我是靠着不正当关系才把她送进来的，说我买通了法官，判得太重，结果因为屡次违反监规，她被多次警告处分。原本的刑期也因为她的寻衅滋事又加了半年。她的哥哥因为强奸未遂和故意伤害被判了5年，在监狱里也是屡屡犯事，日子并不好过。她的母亲因为故意毁坏财物被判了缓刑，虽然不用在监狱里服刑，但是留下了案底。回到老家后被街坊邻里
里指指点点，日子过得抬不起头。当初一门心思想着攀高枝抢家产的一家人，最终落得个锒铛入狱、身败名裂的下场。正应了那句老话，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日子不紧不慢地往前走，转眼就到了第2年的秋天。苏锦辰刑满释放的那天，我和公婆一起去监狱门口接他。他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背着一个简单的包，从监狱大门里走出来，看到我们，脚步顿了顿，脸上带着几分局促和不安。公婆看到他，忍不住红了眼，却也只是说了一句：“回来就好，以后好好做人。”苏锦辰扑通一声，当着我们的面跪在了地上，给公婆磕了3个头，又转过身给我磕了3个头。他说：“爸妈、大嫂，我以前不是人，做了太多混账事，伤了你们的心，以后我一定重新做人，绝不再犯浑。”我上前扶了他一把，跟他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以后的路要靠他自己走。”回家的路上，车里安安静静的，苏锦辰一直低着头看着窗外，一句话都没说。回到家，公婆做了一大桌子菜，算是给他接风洗尘。饭桌上，苏锦辰看着坐在我身边的亮亮，眼神里满是愧疚，想伸手摸摸亮亮的头，手伸到一半，又怯生生地缩了回去。亮亮看着他，眨了眨眼睛，没有躲，只是往我身边靠了靠。我知道亮亮还记得当初在医院里发生的事，心里还是有芥蒂。我没有逼着亮亮去亲近他，只是轻轻拍了拍亮亮的背，告诉他小叔知道错了，以后不会再伤害亮亮了。吃完饭，苏锦辰主动收拾了碗筷，去厨房洗得干干净净，又把客厅里的卫生打扫了一遍，手脚麻利，眼里也有了活气，再也不是之前那个眼高手低、什么都不愿意做的大少爷了。接下来的日子，苏锦辰开始四处找工作，可因为有案底，加上他之前本就没什么真本事，找工作处处碰壁，好的公司看不上他，差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拉不下面子去做，屡屡受挫后，整个人又变得有些消沉，整天闷在房间里，不怎么说话。公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又不敢多说什么，怕刺激到他。他们私下里找过我好几次，欲言又止的，想让我帮苏锦辰在公司里安排个职位，却又不好意思开口。我心里清楚他们的想法，却没有松口。不是我不愿意帮他，而是我知道直接给他安排轻松的职位，只会让他再次回到之前被溺爱、被兜底的状态，根本学不会独立和担当。他需要的不是别人给他铺好的路，而是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人生。我没有在公司里给他安排职位，却给他指了一条路。我联系了合作了很多年的一个工厂老板，跟他说了苏锦辰的情况，也说了他在监狱里学了电工和数控的技能，让他给苏锦辰一个从基层学徒做起的机会。工厂老板看在我的面子上答应了下来，但是也说得很清楚，能不能留下来，能走到哪一步，全看苏锦辰自己的本事。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苏锦辰的时候，他愣了很久，抬头看向我，眼里满是不敢置信。他大概以为经过了之前的那些事，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帮他了。我跟他说，机会我给他争取到了，能不能抓住，能不能好好干，全看他自己。要是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眼高手低，吃不了苦，那谁也帮不了他。苏锦辰红着眼眶，重重的点了点头，跟我说：“大嫂，谢谢你，我一定好好干，绝不会再让你和爸妈失望。”第二天一早，他就收拾好东西去工厂报到了。他从最基础的学徒做起，每天最早到工厂，最晚离开，跟着师傅认认真真的学技术，脏活累活都抢着干，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工厂里的老师傅一开始因为他有案底，对他颇有微词，可看着他踏实肯干的样子，也慢慢改变了看法，愿意把真本事交给他。苏锦辰也很争气，学东西很快，又肯下苦功夫，不到半年时间就从学徒转了正，成了厂里的技术工，工资也翻了好几倍。他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先给公婆买了营养品，又给亮亮买了玩具和绘本，剩下的钱全都交给了公婆存了起来。他拿着给亮亮的绘本，站在亮亮面前，局促的道歉，说之前是小叔错了，不该伤害亮亮，以后小叔会保护亮亮。亮亮看着他，接过了绘本，小声的说了一句：“谢谢小叔。”那一刻，苏锦辰红了眼眶，背过身去，偷偷抹了抹眼泪。他终于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也一点点弥补着自己曾经犯下的错。日子就这么平平稳稳的往前走，转眼又是3年。亮亮已经上了小学1年级，成绩优异，性格开朗，是班里的班长，也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小英雄宣传员。他会把爸爸的故事讲给班里的同学听，会带着同学们去烈士陵园做志愿活动。小小的身子站得笔直，眼里满是骄傲和坚定。他再也不是那个会被噩梦吓醒的小男孩了，他长成了和他爸爸一样勇敢、正直、有担当的小男子汉。苏锦辰在工厂里做得越来越好，凭着过硬的技术，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带了徒弟，也升了主管，工资待遇水涨船高。他用自己攒的钱，在小区里给公婆买了一套电梯房，方便二老上下楼，剩下的钱都存了起来，再也没有了之前好高骛远的样子。他逢年过节会来看望公婆，也会给亮亮带礼物，但是始终和我保持着合适的距离，对我充满尊重、愧疚。他再也没有提过让我帮他的话，所有的一切都是靠他自己一点点挣来的。公婆看着小儿子走上正途，孙子也健康快乐的长大，心里的石头终于彻底落了地，身体也硬朗了很多，每天跳跳广场舞、下下棋，带带孙子，日子悠闲安稳。我的公司也从当初的几十人小团队发展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企业，开了2家分公司，业务范围也拓展到了周边的几个城市。我还发起成立了一个烈士家属帮扶基金，专门帮助那些和我一样的烈士遗属，给他们提供创业扶持、就业指导和心理疏导，帮他们走出困境，活出自己的人生。这几年里，有很多人给我介绍过对象，有生意伙伴，也有朋友介绍的优秀男士，他们都觉得我还年轻，事业有成，应该再找一个人，互相有个照应。我都笑着婉拒了，我不是不相信爱情，只是我现在生活过得充实又安稳，我有热爱的事业，健康的儿子，通情达理的公婆，有真心相待的朋友，我的人生已经足够圆满了。至于爱情，遇到是锦上添花，遇不到我也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苏锦言留给我的爱和勇气，
足够我支撑起往后的所有日子。这年清明，我带着亮亮和公婆苏锦晨一起去烈士陵园看苏锦言。陵园里安安静静的，松柏常青。墓碑上的照片里，苏锦言依旧眉眼英挺，笑容温和。亮亮把自己画的画放在墓碑前，画上是穿着军装的爸爸，牵着他的手站在国旗下，旁边还有我和爷爷奶奶、小叔。他认认真真的对着墓碑敬了一个标准的队礼，跟爸爸说自己这次考试又考了双百，当上了少先队员，一定会好好学习，长大了像爸爸一样，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苏锦晨站在墓碑前，站得笔直，对着哥哥的墓碑深深的鞠了3个躬。他红着眼眶跟哥哥保证，自己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人，照顾好爸妈，保护好大嫂和亮亮，绝不会再让他们受一点委屈。我站在一旁看着墓碑上苏锦言的笑脸，心里一片平静。我没有辜负他的嘱托，好好照顾了公婆，把亮亮抚养长大，也活成了更好的自己。从陵园出来的时候，天朗气清，春风拂面，路边的迎春花开得漫山遍野，金灿灿的一片。亮亮牵着苏锦晨的手，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里的趣事，公婆跟在后面，笑得合不拢嘴。我走在最后，看着眼前这一幕，嘴角忍不住扬起了笑意。那些曾经的伤害和风雨都已经化作了过往，那些打不倒我的，终究都让我变得更加强大。我曾困在丧偶的悲痛里，困在流言蜚语里，困在亲情的背叛里，以为自己的人生会就此困在方寸之地。可我最终还是靠着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了泥潭，斩断了烂人烂事，活成了自己的光。往后的日子，我会带着苏锦言的爱，陪着亮亮长大，陪着公婆安度晚年，把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好，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时间转眼又过去了2年，亮亮顺利升入了重点初中。开学第1天，他穿着崭新的校服，背着洗得干干净净的书包，站在苏锦言的遗像前，认认真真敬了个礼。他的身量抽条很快，眉眼间已经隐隐有了苏锦言的影子，唯独那双眼睛依旧清澈明亮，带着少年人独有的赤诚与坚定。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指尖轻轻拂过相框上苏锦言的笑脸，心里满是柔软与骄傲。升入初中后，亮亮的课业渐渐重了起来，却依旧没有放下对红色宣讲的热爱。他成了学校红色宣讲团的团长，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带着同学们去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做志愿讲解，把烈士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有一次，市里举办中学生红色故事演讲大赛，亮亮以父亲苏锦言的事迹为蓝本，写了一篇演讲稿。为了写好这篇稿子，他翻遍了家里苏锦言留下的所有笔记和照片，还特意去了苏锦言曾经工作过的保密研究所，拜访了父亲当年的同事和战友。那些叔叔伯伯们看着和苏锦言长得愈发相似的亮亮，都红了眼眶，跟他说了很多苏锦言当年的故事。他们说，苏锦言是所里最年轻的项目骨干，也是最拼的一个。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常常在实验室里熬上几天几夜不休息。他们说，苏锦言牺牲前的最后一刻，还在死死护着项目的核心数据，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爆炸的冲击。他们说，苏锦言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能亲眼看着儿子出生，没能陪着妻子和孩子走下去。亮亮把这些故事一字一句都记在了心里，也刻在了骨子里。演讲比赛那天，他站在舞台上，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安安静静地讲着父亲的故事，讲着那些和父亲一样隐姓埋名为国奉献的英雄们的故事。台下的观众，从评委到学生，再到陪同的家长，无不动容，很多人都红了眼眶。最终，亮亮拿下了全市1等奖。领奖台上，他举着奖杯，对着镜头认认真真地说，自己长大以后要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人，投身国防科研事业，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守护万家灯火。坐在台下的我，看着台上闪闪发光的儿子，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我知道苏锦言的精神终究是在亮亮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传承。苏锦晨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踏实安稳。他在工厂里凭着过硬的技术，一步步从技术主管做到了技术总监，成了厂里不可或缺的核心骨干。这2年里，他带着技术团队熬了无数个通宵，攻克了好几个行业内的技术难题，还拿到了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给工厂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工厂老板对他愈发器重，不仅给了他丰厚的年薪和分红，还分了他一部分工厂的股份。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眼高手低、是非不分、被人几句挑唆就失去理智的毛头小子了。岁月和磨砺磨平了他身上的棱角和戾气，也让他真正懂得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他用自己攒下的钱，不仅给公婆换了更大的房子，还在我公司新的产业园项目里以公平竞争的方式拿下了配套设备的供应订单。签合同那天，他带着团队来公司洽谈，全程公事公办，严谨又专业。只在合同敲定之后，私下里认认真真的跟我道了声谢。他说，谢谢大嫂当年没有放弃他，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笑着跟他说，路是他自己走出来的，最该感谢的是那个迷途知返、踏实肯干的自己。也是在这1年，苏锦晨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姑娘，姑娘是工厂的财务主管，叫林婉，性格温柔正直，做事踏实稳重，是个明事理、知分寸的好女孩。她知道苏锦晨的过去，却没有丝毫的偏见，只看得到他现在的努力和担当。2个人相处了1年多，感情稳定，也得到了公婆的认可和祝福。他们订婚那天，公婆特意摆了几桌酒，请了亲近的亲戚和朋友。饭桌上，苏锦晨带着林婉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恭恭敬敬地敬了我1杯酒。他依旧没有说太多煽情的话，只是用行动证明着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会拖累我、伤害我的白眼狼了。林婉也跟着他恭恭敬敬地喊了我一声大嫂，眼里满是真诚和尊重。我笑着举杯，真心实意地祝福他们往后平安顺遂、幸福安稳。看着苏锦晨如今的样子，我心里也终于放下了最后一点芥蒂。当年的伤害和背叛终究是过去了，我不必原谅他曾经犯下的错，却可以看着他改过自新，走向新的人生。公婆看着一双儿女都有了好的归宿，日子过得安稳幸福，脸上的笑容
就没断过。2位老人的身体依旧硬朗，精神头也很好。婆婆成了社区广场舞队的领队，每天带着一群老姐妹跳舞排练，还带着队伍去市里参加比赛，拿了好几个金奖。公公则在社区的老年大学报了书法班和国画班，每天练字画画，日子过得悠闲又充实。他的书法作品还在市里的老年书画展上拿了奖。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因为对苏景言的愧疚、无底线的溺爱小儿子，也不再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整日郁郁寡欢。他们终于放下了心里的执念和遗憾，开始认认真真的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每个周末，我们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吃饭。苏景晨会带着林婉回来，亮亮会叽叽喳喳的跟爷爷奶奶、小叔小婶分享学校里的趣事。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温馨又和睦。我看着眼前这烟火气十足的画面，心里常常会想起苏景言。我想，若是他能看到如今的光景，一定会很欣慰吧。我发起成立的烈士家属帮扶基金，也在这2年里发展的越来越好。从最初只有我一个人出资，到后来有很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主动加入，基金的规模越来越大，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不仅给生活困难的烈士遗属提供生活补助，给烈士子女提供助学金，还开设了免费的技能培训班，帮有劳动能力的烈士家属掌握一技之长，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还和专业的心理机构合作，给有需要的烈士家属提供免费的心理疏导，帮他们走出失去亲人的悲痛，重新拥抱生活。这2年里，我见过太多和我一样的人，有年纪轻轻就失去丈夫，独自带着嗷嗷待哺的孩子，还要照顾年迈公婆的年轻妈妈；有白发人送黑发人，晚年丧子，身体不好却还要拉扯未成年孙子孙女的老人；有父亲牺牲时还在襁褓里，长大以后却连父亲一张清晰的照片都没有的孩子。每一次和他们接触，我都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那个在苏景言牺牲后怀着孕强撑着悲痛，一边照顾公婆一边打理公司，夜里却常常一个人偷偷掉眼泪的自己。所以我更能懂他们的难，更想拉他们一把。我常常跟他们说，我们的爱人亲人是为国牺牲的英雄，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我们更要带着他们的那份期望，好好的活下去，活得热烈，活得精彩。有很多被我们帮助过的烈士家属，日子好起来之后，也主动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反过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份善意和温暖，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随风飘散，在更多的地方生根发芽。当然，这条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基金刚起步的时候，有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在网上恶意造谣，说我是拿着烈士家属的名头博眼球作秀，说我是为了给自己的公司博名声、捞好处。那些恶意的言论，比当年苏青青散播的谣言还要难听，还要恶毒，甚至还有人跑到我的公司楼下闹事，举着牌子骂我沽名钓誉，骗爱心人士的捐款。面对这些恶意，我没有慌，也没有乱。有了当年的那些经历，我早已不是那个会被几句谣言就搅乱心神的人了。我没有去和那些人争辩什么，只是带着团队踏踏实实做好基金里的每一件事。我们把基金的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都清清楚楚地公示在官方平台上，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我们把每一个帮扶对象的故事，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匿名分享出来，让更多人看到烈士家属们的真实处境。我们邀请了第三方审计机构，每年对基金的财务状况进行严格审计，发布审计报告。时间久了，那些恶意的谣言自然不攻自破。那些曾经质疑过我们的人，看到我们实实在在做的事，看到那些被帮助的家庭走出困境，也纷纷转变了态度，向我们道了歉，甚至主动加入了帮扶的队伍。到了第3年，我们的帮扶基金成了省内有名的公益项目，还拿到了民政部门颁发的公益奖项。颁奖典礼上，主办方邀请我上台发言，我站在聚光灯下，拿着话筒，没有说自己做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我只是认认真真的说，我做这些只是因为我是一名烈士的妻子，我的丈夫用生命守护了这个国家，守护了万家灯火，而我只想尽我所能守护好他和他的战友们放在身后的家人。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看着台下，仿佛看到了苏景言，他站在人群里，依旧是那副温和英挺的样子，对着我笑，眼里满是骄傲。这期间也发生过一个小小的插曲，苏青青刑满释放了，她出狱那天，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我的公司地址，跑到了公司楼下，想找我要钱，还想故技重施，在公司门口散播我的谣言，闹得人尽皆知。只是这一次，还没等他开口闹起来，苏景晨就先一步赶到了。他挡在苏青青面前，脸上没有半分旧情，只有冰冷的疏离。他清清楚楚地告诉苏青青，当年的事早就过去了，他早已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也和苏青青彻底划清了界限。他警告苏青青，不准再来骚扰我和他的家人，否则他会直接报警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苏青青看着眼前这个沉稳坚定，再也不会被他挑唆蛊惑的男人，又看着公司大楼里进进出出、步履从容的我，终于明白，他和我们之间早就隔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当年费尽心机想要抢来的一切，最终都成了一场空。而他当初看不起、处处算计的我，早已活成了他永远也够不到的样子。最终，他什么也没闹成，只是怨毒地看了我们一眼，就灰溜溜地走了。后来听说他离开了这座城市，去了外地打工，日子过得潦倒落魄，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嚣张气焰。而这件事对我而言，不过是平静生活里的一粒尘埃，风一吹就散了。他和他的那些算计、那些恶意，早就无法在我心里激起半分波澜了。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往前走，平静安稳又满是希望。又一个清明到来的时候，我依旧带着亮亮和公婆苏景晨一家人去烈士陵园看苏景言。亮亮已经长成了半大的少年，身姿挺拔。他把自己获得的奥数竞赛全国1等奖的奖状轻轻放在了苏景言的墓碑前。他蹲在墓碑前，认认真真地跟父亲说着自己的理想，说自己一定会考上国防科技大学，接好他手里的接力棒。苏景晨带着林婉和刚满1岁的小女儿，也给哥哥磕了头，跟哥哥保证自己一定会照顾好
好爸妈，保护好大嫂和亮亮。公婆站在墓碑前，看着2个儿子都有了各自的归宿，眼里满是欣慰，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悲痛和愁苦。我站在一旁，看着墓碑上苏谨言的笑脸，指尖轻轻拂过冰冷的石碑，心里一片平静。我终于完成了对他的承诺，我照顾好了他的父母，把他的儿子抚养得很好，长成了和他一样正直、勇敢、有担当的少年。我也没有困在失去他的悲痛里，而是带着他的爱和期望，活成了更好的自己，还尽我所能帮助了更多和我一样的人。从陵园出来的时候，春日的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漫山遍野的花都开了，生机勃勃。亮亮牵着小妹妹的手，蹦蹦跳跳的走在最前面，苏锦晨和林婉跟在孩子们身后，小心翼翼的护着。公婆手挽着手走在后面，慢悠悠的聊着天，脸上满是笑意。我走在最后，看着眼前这一幕，嘴角忍不住扬起了温柔的笑意。很多年前，我以为丈夫的牺牲会让我的人生就此坠入黑暗，我以为那些背叛和伤害会让我困在泥沼里，再也走不出来。可我终究还是靠着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了黑暗，趟过了泥沼，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万里晴空。我终于明白，女人这一生从来都不是依附于谁而活的。我们可以是妻子，是母亲，是儿媳，但我们首先是我们自己。无论遭遇什么样的风雨，只要我们不放弃自己，不丢掉骨子里的坚韧和善良，就终能等到雨过天晴，迎来属于自己的繁花似锦。前路漫漫，亦有灿灿。往后的岁岁年年，我依旧会带着热爱与勇气，带着苏谨言的爱与期望，认真生活，一往无前。而那些曾经的苦难与风雨，最终都化作了我生命里最坚硬的铠甲和最温柔的光。